俄乌战争600天刚过去，乌克兰就迎来了期待已久的 ATACMS 战术导弹。据了解，这第一批导弹呢是美国秘密运到乌克兰的，希望乌军能够打出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那么这款导弹在乌克兰的战场实战表现究竟如何？俄军又应该如何应对？咱们接着往下看。根据英国情报称，乌克兰本周使用美国提供的新型远程导弹袭击了乌克兰境内的2个俄罗斯机场，摧毁了14架直升机以及其他军事装备，包括地方防空系统。这次打击被认为是乌军自发起大反攻以来对俄军后防阵地最成功的一次打击。在乌军的说明中呢，这次打击时间是在10月17号晚间，乌军在卢甘斯克和别尔斯江斯克附近向俄军的机场开火。这次袭击被称之为蜻蜓行动。在袭击之前呢，乌军的特种部队的无人机已经预先掌握了有关俄军在别尔江斯克和卢甘斯克机场的信息，发现那里存在着大量的直升机、专用设备以及弹药。在检查和确认这些信息后，目标坐标和其他必要数据被传输给乌克兰国防军手中，随即就是 ATACMS 的登场。伴随着数千发音速子母弹的四散崩进，俄军位于卢甘斯克和别尔江斯克的陆军航空兵基地被一击摧毁。事后呢，经过2座机场的卫星图显示，俄军在这次袭击中可能至少有14架直升机和2架防空导弹发射车被摧毁。除此之外呢，这次袭击还造成了数十名俄军的伤亡。其中卢甘斯克的机场在2014年以来一直都未投入使用，俄军也是最近才将这个机场作为攻击直升机的基地。2023年7月19号的卫星图像显示，卢甘斯克部署了15架俄军军用直升机，其中包括不少的米24、卡52，作为压制乌军装甲部队的杀手锏。俄军的卡52直升机总数量还不到100架，而且由于被封锁，关键零部件无法进口，所以是打一架就少一架。而在当前扎波罗热战场的南线大反攻中，乌克兰反攻的主要阻力就是来自上百万枚地雷组成的地雷阵和俄军陆航加大炮的火力封锁。在前线呢，俄军武装直升机每天都会出击。从这2个机场起飞的俄军武装直升机，尤其是卡52短尾鳄，它能够在乌军便携防空导弹射程之外发射反坦克导弹进行攻击，对乌军重装备的威胁是很大，击毁了包括豹2在内的不少坦克。乌军呢也曾对这2个机场发起过多次打击，但效果并不是很好。而配备了集束战斗部的 ATACMS 导弹特别适合打击机场，尤其是俄军将武装直升机密集排列在一起的时候。所以乌军的头一个目标呢，就是俄军陆航基地。从现场残骸看，乌军使用的 ATACMS 不是爆炸型弹头，而是适合打击机场的子母弹弹头。它的战斗部有950个子母弹弹头，乌军一共打了3发，就造成了如此效果。英国国防部情报评估认为，乌军的这次打击行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鉴于俄罗斯的防线越来越依赖于旋转翼空中支援，这种损失对俄罗斯来说尤其具有破坏性。因此有不少人认为，乌军的这次袭击对着后来这2个城市的收复会有着良好的影响。至于在对付俄军大型防空阵地的时候，尤其是对 S300 或者400防空系统的时候，配备集束战斗部的 ATACMS 导弹同样是有着更大的用武之地。毕竟配备高爆战斗部的导弹很难对这类大型防空阵地造成足够破坏。当然，前提是 ATACMS 导弹没有被拦截。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先前乌军已经用实际操作来证明了如何应对俄军的这些防空武器，那就是用反辐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他们在摧毁防空系统的雷达之后呢，这些导弹将不再具有任何威胁。而担当 S300 带刀护卫的铠甲近程防空系统作用又十分有限，很难拦住来袭的战术导弹。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这款导弹也只是美国几十年前的装备了。ATACMS 最初是由美国陆军开发，旨在满足军队对高精度远程打击能力的需求。这款导弹的发展呢，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当冷战结束后呢，国际安全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军事战略需要更加精确和迅速的反应能力。ATACMS 迎刃而解了这一挑战。
ATACMS 远程导弹最早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首次投入使用，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它的高精度制导系统和远程打击能力对于摧毁敌方目标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付困扰盟军的敌军阵地和防空系统。此后 ，ATACMS 导弹一直在美国和其盟国的军事行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不断演化和升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威胁。而该导弹的援助之所以让乌克兰备受期待呢，也是因为它具备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性能特点。首先 ，ATACMS 具备出色的精确制导系统，它配备了先进的 GPS 和惯性导航系统，可以实现精确到米级的命中精度。这种精度在摧毁高价值目标和降低误伤风险方面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城市环境中。其次 ，ATACMS 拥有卓越的射程，这款导弹可以飞行数百公里，使其能够迅速响应远距离目标。这一特性呢，使得它在打击敌军后方基地和设施时非常有效。此外 ，ATACMS 具备多用途能力，它可以搭载各种不同类型的战斗载荷，包括高爆战斗部、集束炸弹和化学生物武器。这种多功能性使得它能够在各种不同战场环境中都能够胜任任务。现在，白宫、乌克兰政府以及俄罗斯方面发布的照片均已证实乌军在战场上使用了 ATACMS 导弹。尽管是属于早期型号，最大射程只有165公里，但这依然对俄军造成了严重威胁。尤其是导弹的秘密交付，让俄军在被袭之前呢，完全不了解相关情况，进而导致了比尔江斯克的俄军机场遭到严重打击。虽然风暴阴影斯卡普导弹也可以打击这些机场，但其覆盖的杀伤范围却没有这么大，它们更适合点对点打击某些关键目标。那么后续的 ATACMS 还会对俄军造成什么影响呢？大兵个人认为最大的影响还是后勤。英国情报部门表示，对于 ATACMS 导弹的威胁，俄罗斯将不得不将其军事基地转移到更远离前线的地方。根据英国分析师的数据，比尔江斯克是俄军作为南部方向的主要作战基地，既提供后勤支持，又提供进攻防守能力。由于缺乏来自飞机的强力支援，目前俄罗斯的防御部队越来越依赖直升机。针对航空基地的打击，不仅会对俄罗斯飞行员额外压力，也会让俄军的后勤不再安全。该导弹的到来意味着原本已经撤出海马斯火箭炮射程范围的俄军指挥所和弹药库又要后退了。毕竟乌军总参谋部似乎十分喜欢对俄军进行纵深打击，他们认为这要比前线战斗更能有效地削弱俄军战斗力。毕竟开战到现在，俄军的后勤问题确实很大。现如今，俄军主要是以机械化部队为主，战术多依赖火炮、装甲，步兵较少。这样的配置呢，对于后勤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乌军专门针对这一点，所以袭击的目标主要是弹药库、后勤中转站等。毕竟俄军的后勤保障分发储存程序并不健全，缺乏自动化搬运设备，效率不高。除此之外呢，俄军还特别依赖于铁路运输，这样一来呢，仓库就容易被发现，这迫使俄军不得不将物资储存在远离铁路和主要公路的区域。海马斯原本配备的 M3031 GMLRS 高精度制导火箭弹射程是在85公里。俄军呢，为了避免被打击，还不得不将补给仓库设立在100公里以外的区域，这就导致平均下来，一辆卡车一天呢，也只能进行一次来往仓库至前线之间的物资运输。然而，俄军由于开战之初过于冒进，损失了大量的卡车，由此可以想象一线俄军后勤的窘境。在战术导弹来到乌克兰之后呢，俄军的后勤距离还会被再次延长。想要避免再次出现类似这样机场的损失，俄后勤呢再次迁移也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也让俄罗斯正在动工修建的沿海铁路处于尴尬境地。当然，大兵说了这么多并非是神话这一款武器。毕竟现代战争中，单一武器是改变不了战争结果的。别说 ATACMS， 就算是 F-16战机也不行。但是如果能够将北约的系统化军事体系彻底融入乌克兰，才能够改变战争结果，而美国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从
从22年最初北约各国援乌，还有在原苏联加盟国搜刮苏式武器，到现在不过1年多，乌克兰呢正在将军事力量从苏式体系过渡到北约制式体系，比如标枪反坦克导弹、M113 装甲车、豹2坦克、星链侦察卫星、M777 榴弹炮、海马斯火箭炮，以及后来的爱国者，再到现在的 ATACMS 和未来的 F-16。显然，美军从来没有想过仅凭几款明星武器就能改变整个乌克兰战场，因此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是逐渐加码的，逐渐将北约军事体系迁移到乌军。本就军队数量众多的乌克兰，再搭配上北约作战体系，能发挥出的战斗力是巨大的。世界第2军事强国俄罗斯就是被这样的组合技打得步步后退，最终还不得不转向全面防御。而更让人唏嘘的是，打败俄罗斯的非是全部的北约力量，而是北约在10几年前的库存货。比如基辅手里那款拦截了匕首导弹的爱国者，甚至还不是最新款的。为了打掉它，俄罗斯出动了无人机、诱饵弹等多重掩护匕首导弹的突袭，结果呢，却是乌军打光了所有的爱国者拦截弹，才让俄军炸了一辆导弹发射车。而在此之前呢，俄罗斯的匕首导弹一直是被宣传为不可拦截的神器。乌军的这一打击战术意义呢，就是要降低在扎波罗热和顿巴斯地区俄军武装直升机的参战率，降低俄军空中快速反应的火力，这样乌军在即将发起的冬季攻势中就可以逐渐取得火力优势，压制俄军。目前在美制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到位后呢，乌军已经有了地面火力4重奏，一重是榴弹炮，射程呢大约是10几到20-30公里；2重呢是海马斯，射程70公里；3重是用海马斯发射 GDAM 精确制导炸弹；第4重就是 ATACMS。这其中GDAM 制导炸弹主要是对抗俄军铠甲 S1 和道尔防空系统的，主要是攻击俄军坚固的工事和交通枢纽；海马斯主要对抗俄军的山毛榉防空系统，主要是袭击俄军弹药库和指挥部；战术导弹呢，则可以袭击俄军纵深战略目标、后勤基地、空军基地、海军基地、指挥大楼等。而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列巴在最近呢还宣布，美国将长期向乌克兰提供远程 ATACMS 导弹，这是乌克兰和美国2国元首9月底在华盛顿举行个人会晤时达成的协议的直接结果。未来泽连斯基还希望能够获得300公里射程的 ATACMS， 这一点呢也再次证实了美国不会因为以色列而忽视乌克兰。在上一周，有许多分析人士纷纷讨论，中东哈以冲突爆发后，美英和欧洲正在将注意力转移到对中东的以色列的援助上，并且用航母舰队带去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装备，甚至还派去了部队。这时候，乌克兰获得的军事援助自然就减少了，这或许是俄罗斯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以减轻俄军在乌克兰战场的军事压力，让俄军得到稳住前线战局、取得战争主动权的机会。因此呢，在哈以冲突爆发后，俄军的反应也十分配合，拿出了大部分军力对乌克兰发起进攻，试图在冬季到来前的干燥天气里尽可能的夺得更多的领土。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呢，由于俄军多日对阿夫迪夫卡进攻不利，导致其又转向了马林卡方向发动进攻，而当地驻守的乌军79旅十分坚挺，守着马林卡阵地精准射击，乌克兰无人机在间隔10公里距离就能够精准地摧毁俄军装甲车。显然这不是一场可以速胜的战争，比拼双方的是毅力和耐力。好在虽然起起落落，但是乌克兰仍然足够团结。即使是在鏖战了600天后，乌军的意志仍然没有动摇。随着各国的支援，在未来乌克兰还会有更多的让俄军头疼的武器。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